大家好，我是沈南。那今天呢，我們來到這個實況組挑戰周的第9天，對，第9天了。那我們也是快接近這個完結篇了，就是快完結了這個實況組挑戰周。那這次我們打了一個對手是誰？那其實我們這打了一個對手就是我們的泰國實況組，對，就是一個用吸血鬼。專業吸血鬼的一個玩家，對，那這次我們就來再看一次，好像第3次跟他打，然後這次就會再來跟他來這一場比賽，對。那一開始前呢，也是一句，如果你喜歡的話，先訂閱一下，謝謝。那我們也是跟之前一樣，還有2天就結束了這個實況組挑戰周，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那其實就說個題外話嘛，那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今天是3月17號，那官網就是那官方他又辦了一個比賽。那這次是這個團戰模式就是那個3v3的團戰模式。那其實這樣的話，其實對於整個遊戲的發展是一件好事因為大家知道，如果你是一個和這個印尼服很舊的玩家的話，這個遊戲其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玩家跟官方其實是完全沒有一個接觸在的，就是官方有官方自己辦的一些什麼氪金活動之類的，然後玩家有自己玩家的玩，就是兩邊完全是沒有交集的，而且這個狀態已經維持了差不多3-4年吧。那其實從去年開始，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我的稱號的由來，就是去年他開始辦第一個3v3比賽，那很明顯就感受到官方是開始想做一些跟玩家的一個接觸要我來說的話，那其實這個推斷的話，其實也不是什麼空穴來風，或者不是我亂說的。因為其實在大概上個月吧，如果沒記錯的話，官方就弄了一個問卷調查，就是在出這個拉比亞打的時候，然後裡面那個問卷我記得雖然是寫印尼文，但是大家知道現在這個科技那麼發達，其實你寫什麼文字什麼語言我也是看得懂。所以的話，雖然他那個問卷是寫印尼文，但是它裡面有個問題就是，究竟你同不同意官方1個月辦一次這個比賽？那其實就很明顯看得出來，官方是很想把這個遊戲的那個氣氛弄好吧。如果要我來說的話，那這次就很明顯的，因為上次官方弄個比賽其實就是1個月之前嘛，弄這個 Gear Battle， 如果沒記錯的話，就是 Gear Battle 3個月，然後這個月短1個月就辦了第一個比賽。所以的話，其實這個頻率是我之前想也不敢想，就是這個遊戲既然會有連續2個月都有比賽打，真的有點非常之難得對，說的話也很期待之後那個官方再弄一些新的比賽。那這次有比賽的話，其實我應該是不會參加，因為很明顯這種團隊戰的比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如果你沒有朋友玩這個遊戲的話，基本上你是不用參加，因為你是沒隊友了。對，所以的話，基本上我是很難集齊3個玩家來組隊對，所以的話應該是不會打。那對，就這樣。那所以的話，希望官方可以辦個1v1比賽，讓我可以參加一下，就隨便玩，就娛樂也好，什麼也好，就一個1v1比賽。對，那希望官方會辦了。OK， 那大概是這樣。那這次我們就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已經來到這個第2局的尾聲了。可惜，那這邊應該給它收掉。OK， 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這次打吸血鬼，又是跟上次一樣，小心他的什麼機制那些什麼變蝙蝠那個東西就是如果大家記得的話，我說過吸血鬼他的機制就是他變成那個蝙蝠的時候，他是所有追蹤功能都抓不到他。例如說我的超手 Air Dash 或者那個超什麼重低那個追蹤也是會失效，所以的話，他是 Hit and Run 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角色，就是因為剛才那個機制導致很多英雄都不能用他角色的一些機制來捕捉他，來抓他。对，所以的话，所以這局就會看到這個吸血鬼的 Hit and Run 到底有多厲害，就是他究竟怎麼
克制我的，用 Hit and Run 来克制我的超松，因為以前我也說過，超松戰士最怕什麼戰術？一，用那個遠程武器不停的射，把我射死。那第二就是非常之害怕這個 Hit and Run 啊，所以話這局就會很完全的展示是 Hit and Run 對於這個超松的影響。對，那其實吸血鬼這個英雄也是一個非常之遠古的英雄啊，大家如果沒記錯的話，他也是開闢了這個空中戰的一個領頭羊嘛。讓我來說，就是如果大家是一個大概14、15年前玩這個遊戲的那個玩家的話，其實到這個以前啊，是地面英雄為主了，就是他的英雄推出全都是就是全都是為了這個地面戰而設立的，例如說什麼野蠻提爾都是我以前用的一隻英雄，或者說什麼再舊一點的什麼護士啊、什麼鬼爪那些，全都是地面的英雄。對，所以的話，自從那些空中英雄推出之後，這些地面英雄全都被淘汰了。要我來說的話，例如說，如果沒記錯的話，第一支那個開闢這個空中戰的英雄應該是 V87，對，就是第一支從那個地面戰拉到空中戰的一個先河的英雄啊，是一個 V87。如果沒記錯的話，因為太久了，那吸血鬼也是第2批或者是第3批的其中一支空中英雄。那所以的話，基本上空中英雄的推出就會導致這個 meta 的轉變了。那所以的話，賽部影片說過，吸血鬼是一個時代的代言人，這個是沒錯的，因為它真的代表了一個時代。對，那所以的話，就是這個原因了。所以很明顯可以發現，吸血鬼是一個非常之擅長打空中的英雄，而且啊，他也是 Hit and Run 的高手啊，這個英雄。OK， 所以的話，這局我是非常非常辛苦。OK， 那來到這個第4回合，那第4回合的話也是，這邊抓到，那可以，可惜那個就錯失了一個良機啊，就是剛才如果抓到的話，基本上就可以打他1半血。但可惜啊，我應該是手殘了。不錯，這個吸血鬼 SC 也是挺痛啊，又痛而且又能吸血，是非常之麻煩的一招技能。OK， 這邊的話小心點啊。那我們主要就是在他附近不停避開他那個蝙蝠攻擊，因為他的蝙蝠攻擊基本上不能追蹤嘛，就是你不能追着他來打，所以的話基本上就你做不到任何事情，只能等他那個蝙蝠狀態完結。OK， 這邊打下去。那這邊的話嘗試一下 Spawn Camp。OK， 這邊的話就是看到 Spawn Camp 無效，原因是什麼？就是它變成了蝙蝠，所以的話你可以看到它又開始往外面跑了。OK， 因為它的那個能量就沒有的話，它就會先在外面打一下 Hit and Run， 然後等一個能量存起來。OK， 這邊的話可以做到之後可以給它黑毛控步，沒有給。那這邊呢，其實我是不建議在 Spawn Camp， 因為它會變蝙蝠，對，所以的話基本上就。Spawn Camp 都是無效，所以都非常之辛苦。那我們嘗試再抓他，看能不能我可以抓到了，給他黑毛控，沒有，又是把他踢下去。那可能是因為技能階段了，那這個階段就非常之小心。我可以這邊抓到，那看他有沒有反裝。有。那這邊的話再嘗試一下。不錯，這個神經者 SD 啊，但我們踢下去，可惜。那這邊的我還有披風啊，那看到現在不行動，那這邊應該是，可惜。那其實這邊如果用冰披風的話，他要死了這個血量的話，但是我沒有把握做這個機會，那讓他抓到，那應該是 OK 死了，那個術士一來不及傳。來到這個第5回合最後一回合，那打他要小心一點啊，就盡量抓他，同時要避開他的蝙蝠攻擊，因為他是這個蝙蝠基本上就非常之難搞啊，不能抓他，至於他又很容易抓到人。这邊他失手了，這邊的話再追他，OK 啊，可惜啊。那這邊其實有點困難，就是基本上你怎麼認定對面是在 Hit and Run？ 其實這個 Hit and Run 的打法，你在打的時候你是不會留意到，通常就是你後面在看，或者是在這個賽後檢討的時候，你才會發現這一點。那其實有什麼評判的標準可以評判到對面其實在 Hit and Run？ 那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準則，就是首先你的那個戰術是要不停的往前衝。那我很明顯就是一個不停往前衝的玩家嘛。如果大家有看我以前的影片的話，那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
對面啊會不停的刻意跟你拉開距離，而且沒有那個進攻的慾望啊。對，那第三點就是說，你看一下那個左上角，如果你發現對面那個時間啊，直到DT你還是來不到把他打死的話，因為基本上你如果不停的追着來打，而且大不得DT的話，其實就很明顯可以發現一點，就是他在 hit and run，就是不停的跑，不停地跑，那就會導致這個時間拖得非常長，非常之長啊。所以的話，當那個時間很容易就讓他來到 DT 了之後，其實再根據剛才所說的那兩點加起來，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他在 hit and run 了。OK， 那這邊的話把它碰撞，其實我不知道這邊碰撞的意義是什麼，但我們還是先把頭盔撿起來吧。誒，沒有，那基本上因為我的頭盔還有 CD， 所以的話撿起來這個功用不大。那這邊的話要把它再抓一次啊，那抓到的話基本上就完結了，但是有點難抓，哎，可惜這邊都抓不到，那這個碰撞就等於沒碰一樣，那就嘗試吧，再試一下抓它。OK， 這邊的話可以把它連死嗎？哎，可惜啊。OK， 那這邊他應該是沒有什麼大技能，那他的血已經歸零了，那我們再抓他一次，他應該就死了，我猜。那其實是有給那個谢元真的蠻麻煩，要我來說的話，那這邊的話，哎呦，他打空了。OK， 那嘗試再去抓他，那我還有頭盔，那就別怕。哎，可惜抓不到，大家衝過去抓他。OK， 衝過去，就時間快來了 DT 了，原來已經。那爭取能不能在 DT 前把他殺掉，不然的話就有點麻煩了。其實我是不太喜歡打 DT， 要我來說的話，如果大家有看我以前影片的話，我對 DT 是十分之反感的。OK， 這邊的話，哎，可惜 DT 了，那我們要小心一點啊，因為現在兩邊都淋血。喂，